你们办信用卡骗的奖金，按月从工资里扣。你从工资里扣的话，以后这几个月，大家就要挨饿了。那咱们就像按揭一样，1个月还一点，半年还完。1年吧。走，出去。林行长，去年4月份的时候，17号、19号还有6月份，张家明好几次吃饭的报销单据全都有问题。他说他是跟郝伟一块儿去吃的，套餐，半价套餐，他带着领导去吃这个。还有啊，他女儿上次在大学里面弹钢琴，郝伟愣是把他的医药费给报了。你这是不是都得调查一下呀？都得从他工资里面给他扣出来。还有，你记不记得？没完呀？我这儿不提倡告密啊，你要是想提意见可以，我把张家明叫进来，把所有人都叫进来，你好好提，行吗？行啊，谁怕谁啊？哎呀，我算出来了啊，1年要是按照分期这么扣的话，每个月是这些钱。这也太狠了！我所有计划都打破了，完了，这下啥也买不起了，咱得省钱了。这感冒药以后也别买了啊，我可喝不起，我就喝点热水自愈吧。这么夸张啊？电费也交不起了。哎，你这电费是银行付钱的，早说呀！早，让你哭的，你哭了吗？我当然哭了，不然大家能1年分期付款啊。我跟你们说，咱小心点吧，咱这饺子吃狗肚子里去了。这大哥看着挺好的，笑眯眯的，眼里不容沙子。小枣，以后别老帮他说话。我以后可什么都不说了。咱可别老一厢情愿啊！万一他哪天领回来个女朋友，那不傻眼了吗？关我什么事儿啊？真搞笑啊你们！关你事儿？不关吗？啊，关你事儿？嗯，这不错，来尝尝啊！哎，帅哥，来。我还纳闷呢，这是哪个系的男孩啊？我怎么没见过？夏总，你可真幽默啊！你那些娘子军呢？得罪人了，都没人搭理他了。是吗？我发现他们乱开信用卡，就把他们挨个训了一遍，让他们从每个月工资里边扣，把这个钱补齐为止。那现在，全把我当敌人了。前些年这样的事情的确挺多的，各个行都有指标。借你的好友一用，干嘛呀？有几个女孩想认识他一下。嗯，走，走，给我介绍女朋友。你们聊啊。我们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哎呀，我要是长得这么帅就好了。哎，上回那个材料您看完了吗？就会聊这个是吗？你还能聊点别的吗？啊？就着你刚才那个话讲啊，如果你希望自己变帅，但是女孩对男人帅的标准是会变的。是吗？嗯。像乐乐这个年纪的女孩喜欢纸人。这什么是纸人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比如说啊，这是一张人脸，我们从中轴线分开，鼻子、眼睛、嘴巴，重叠率越高，视觉上就会更愉悦。我们简单的称之为帅、英俊。视线的对称就会产生愉悦感，这是与生俱来的生理问题，我叫它纸人，也是一种视网膜假象。那我肯定不算，我这脸不对称啊。但随着女孩年龄慢慢增长，她们要养家糊口了，要买房子、生孩子，要让孩子过得体面一点，她们就会觉得事业成功、经济情况良好的男人更帅。所以人们说，事业成功是男人最好的包装品。完，啊，那这一类我也不算呀。那前2天祝峰山还敲打我呢，说我是联众银行的不安定因素啊，随时可能会被清理出去。那我这事业也不算成功啊。
你真的这么想吗？我听说陈星远把你叫到打牌的地方去见他，你不明白什么意思？跟您也不装傻了，其实多少能感觉到一点吧，像是拉帮结派，但又没那么清楚。他们这些人一个个都是老狐狸，那尾巴都是白的。你不要以为这些人能够在一起打牌就是一伙儿的。豺狼虎豹也可以交朋友，那是因为食物还很充裕。一旦翻脸，各有各的办法。陈星远让你过去，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想让你入伙。真的呀？那不然呢？他是总行的副行长，你是下面支行的小行长，那差着这么多的级别呢。你说他叫你过去干嘛？啊，叫你打牌啊？这是啊，差这么多级别，他拉我入伙。再大的仗，也要小兵来打，你总不能让将军亲自上阵血拼吧？为什么叫你啊？因为你最不安分，你非要去折腾贷款的事儿，还要折腾郝伟的事儿。哎呀，照您这么说，我是有多不安分？专业好还不安分，你是一把好枪啊！你给我的那些材料，害得我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一样啊，我好几个月没睡好觉了，这2天又收到了，我都拿来了。这些材料我觉得搜集得非常的完整，它完全可以一次性的发给你，可为什么要陆陆续续的？你有想过吗？钓鱼呗。这里面涉及到的人民，你惹得起谁啊？是，我谁都惹不起。我之前就在想啊，要不然把邮箱注销了，就当从来没见过这些材料。可后来又想，完全置之不理的话，那会不会死得更惨？没事。咋了这是？没事没事。哎，楼梯边那个就是。这帮丫头玩得太疯了。继续啊！我得去看一下，他们玩得太疯了。你们两个是不是看见帅哥就没边了你？你装的挺像的呀，就是。没事了，我妈在这呢啊，我妈在这儿。你们仨也不看着点儿。他自己愿意喝，又不是我们关的，关我们什么事儿啊？真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哎呦我，你干嘛？你别动，夏总跟我说了啊，说这个两边脸重合度越高，那人就长得越帅。我帮你量呢。我咋回来我都忘。我呀，我把你从一群女色魔手里解救出来的。我大喊一声，放开他！玉面罗纱的人你也敢动？就把你放。啊！不是大哥，你在我脸上画的什么东西？这是？我在帮你鉴定啊！啊，很帅，非常帅，帅得一塌糊涂。我真谢谢你了，我。咋了？今天没收到新邮件啊？收到了，但我不想看。这都给我发了这么多邮件了啊，这么长时间也不告诉我他是谁，他到底想干什么。再说了，他邮件里的那些人，我能惹得起谁？哎呀，怕了。对啊，害怕了。怕什么呢？你又没看全，你当然不害怕了。反正以后啊，我就假装完全不知道。你早就应该有这个觉悟。给你发邮件的人绝对知道你是个惹祸精。是啊，那所以以后这个事儿我就不管了啊，我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做人。刚夏总跟你说这玩意儿怎么量？先抽自己2下。你刚抽自己了？
现在啊？啊，行，那你给我发个地址。嗯。你要干嘛去？跟谁啊？约会啊。约会？不是你跟谁去约会啊？你喝了不少啊。这跟你要的。林强，林强，我希望你说过的话，你自己能记住。什么话？你说，所有的事情都要曝光的话，我觉得躲也是没用的，这是你说的吧？您知道什么？比你想象的多。那天我回去的时候，反复的想你说过的话，我觉得有道理。我指望不了他们救我，他们已经是麻烦缠身、岌岌可危了。您继续。文虎集团要出大事了，已经捂不住了。如果张龙虎从国外被引渡回来，没有一场大的地震，我把眼珠子给你。你知道你最幸运的是什么吗？没有批准钱财的那笔贷款下放到龙源行，钱财最后就是强行通过了，也没能救出张龙。你成功的撇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钱财也在里面吗？我经手的所有的单据，我都给复制下来了，和他们有关系的，全在这里边。你记着，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你得给我保证，是我主动给你的。你要保证说这句话。我跟谁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平平安安的干到退休。我只拿了那么一丁点好处。看吧，看了你就知道了。这段时间是您给我发的邮件吗？是给你发的，肯定不是我。哦，哈哈，嘿，我明白了。张龙武还没有回来，他们自己就要打起来了。那他们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事儿啊？为什么？如果联众银行要爆炸的话，总得有人做个导火索吧？怎么每一笔都有罗莎跟钱财啊？这之前还有好些事儿我没搞明白。这要是简单的金融陷阱，那他们把这个球继续传下去就好了呀。啊，
何必如此紧张？现在我算是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发明这个游戏的人被捕了，张龙虎。他被抓了，那引渡回来了吗？不清楚，但我觉得应该会，要不然他们也不能慌成这样。你知道他被捕前最后一笔贷款是什么吗？什么？潜龙远洋渔业。你是说？没错。我还纳闷呢，就因为一笔贷款，那钱财如此不可理喻啊，就把我放到龙源行。你再看这个。哎呦，给你发邮件这人够细的啊，还给你做表格了。哼。这些公司跟张龙虎什么关系啊？难道都是他的马甲公司啊？没错。如果之前那些还能说成是不良贷款，那这些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抢劫。这公司我都查了，全都停业了，没有一笔大额的交易记录。我怀疑这个财报也是做的假，这不就是在诈骗银行吗？不对，不对，你刚刚不是跟我说了吗？坚决不管这事儿了。你现在琢磨什么呢？你管我管不管这事儿？哎，我发现你这人说话跟闹着玩一样。对，你赶紧睡你觉去。我睡了啊。你也早点睡吧，别瞎琢磨了。你看啊，咱们在这位先生身上应该能卖出去几笔理财。你去和郑帅说一下，让他把这位先生带到 VIP 室。行。你好，先生。哎，你好。我是前台经理郑帅。您是我们行的优质客户，我直接带您去贵宾室谈，不需要排队。是吗？来，这边请。好，谢谢。你不是说给我介绍理财客户吗？怎么变成郑帅了？你继续办你的假信用卡呀，多挣钱。我。李先生说要了解一下基金，去吧。我。走吧。李先生您好，哎，我是龙源支行的副行长林强。哦，您好，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行的金牌业务经理潇潇，他对基金这一块非常熟悉，那就让他给您介绍一下。好的，哎，你好，你好，请坐。哎，李先生，您之前买过基金吗？了解过一点。你怎么知道那李先生有钱呀？你讲讲呗，万一你不在，我们也好知道咋看出来的。向学医啊，先跟我道歉。啊，挣钱的时候想到我了，骂我的时候一句都没少啊。错了。哎，你是不是就跟上次一样，通过他穿的衣服、鞋子判断他很有钱？没那么简单，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他们两下子都我教给他的。是。那你讲讲。讲讲啊，态度端正一点。你讲讲。讲讲啊，一个人有没有经济能力，有没有投资的欲望，或者是这个人是不是经济窘迫、债务缠身，从很多方面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会去观察人的表情还有姿态。比如啊，一个有钱有能力的人，他对一件感兴趣的事物，他的身体往往会往前倾。反之，如果人家要是这样，这时候那个这里是临海国际银行，今天上午9点45分左右，万虎集团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张龙虎被引渡回国。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张文虎涉嫌巨额骗贷。作为问虎集团的主要贷款方，联众银行在案发后，其发行的股票股价迅速下跌。目前尚未收到联众银行对于此事的相关回应。财经记者李晓报道。喂。 哎，行，明白。传达一下总行的指示啊。对于问虎集团这个事儿，不要议论，不要传播，不了解具体情况，在外面千万不要胡说。银行的公关人员会处理好问题。你来。 在哪？给我订一张机票，周末去香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去购物了。我问问不行吗？你干嘛去？回来跟你说。那是不是有点太贵了？这个就行。你懂什么呀？这铁锅最大的好处就是保温时间长。这种不锈钢就是看着好看，你就听我的吧。这口锅即使你没有好的手艺，也能炒出不错的菜来。到时候我教你养护啊。哦，还得养护。铸铁锅养护的好的话，可以用一辈子的。这可不是电饭煲那种东西。那您懂就听您的。林强呢？啊？谁知道？出门的时候就没看见。他不是去香港了吗？你怎么会不知道？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周一总行要开个会，是关于问虎集团的问题。嗯，你们领导说他去香港购物去了，他看着可不像是购物的人，是会谈恋爱。这我真不知道啊。哎，给我买个冰淇淋吧。哎，行。本来今天应该教你做几道菜的。不用，我自己做就行。有什么不懂的，我再请教你。那今天就这样。谢谢你啊。我知道你不想陪我出去买锅。有时候表现出别人不需要的善意，其实挺让人讨厌的。没有，没有。我也确实没时间了。总行让我交一份问虎集团贷款的报告，我得回去准备一下。你是不是知道我跟问虎集团的关系？怎么听到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不是很早之前的事儿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你喜欢的那张照片，是我18年拍的。那个时候我还在支行做行长。转告林强，让他来参加总行的咨询会。所有参与过问虎集团业务往来的人员都需要逐一甄别。总行委托我召开这个会议，研究一下问虎集团目前对我行造成的不利影响。都到齐了吧？哦，对，那个林强说他晚到10分钟给我打电话。把自己的手机都放桌上，放在离自己稍远的位置。不要录音、录像，也不要拍照，更不要私下议论。啊，我机场呢，啊，我有事要出差。哎，我真没空，真的没空。哎，这样吧，要是有时间了，我跟你说啊。行，挂了。哎，往里，那不，往里，你什么你？叔叔开车，现在不就有时间了？啊？不是你什么你？啊，你能蹲我，我不能来找你。不，你从哪儿弄的我的航班号啊？
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查你航班号很容易的。哦。哎呀，你找我不用那么费劲，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如实汇报了嘛。你说的啊？啊。那下面我要问的，你可得实话实说。啊，肯定。今天的财经报道，大家都看了吧？这个会到底应该怎么开，我也搞不清楚了。我的心啊，跟你们一样，到现在还在半空悬着呢。既希望把张龙虎尽快抓回来，又怕抓回来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啊，怎么办？啊，怎么办？今天你们教我。哎呀，银行的事儿没那么简单。你以为都跟你们电视上那么简单明了？啊，那就不是这个行业了，那就成了小孩子过家家了。你去香港干什么了？购物。在哪儿购物？铜锣湾啊。香港星空银行也在我们的调查范围之内，那家银行就在铜锣湾。是吗？我刚刚问你的问题，你得给我个答案吧。我给你打电话说，咱电联啊。我问了你还没说呢。哎呀，电联，师傅，走，来。小强你。哎，林强，哎，祝好。总行开会，你知道？我这不周末吗？我去香港购物，然后陪女朋友。去香港购物了？啊。这是我在2018年审批通过的业务，这个业务在整个流程上是非常完整的，从上报提交到公司业务部的确认，再到授信审批部的初审及复核审查通过，还有每一个领导主管们的确认签字，一个都不落。流程上没什么问题，就是上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待商榷。你审批的目的是什么？你不是有独立的调查权吗？这是两回事。关于业务问题，我们肯定首先要尊重业务部门的判断。业务部门的判断是要靠你们的技术支持啊！我经手的这几笔贷款是不是都盈利了？是。祝好啊！你现在还在分行，审批贷款的事情是不是在网上？现在我们随时都可以查到。一笔贷款的完成，是不是跟所有参与的人都有关系，都要承担责任？还是说只有主管行长一个人承担责任？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了？我也没听到前因后果，啊，不明白所以然。授信审批部是不是觉得任何一笔坏账都是跟我们有关系啊？都是我们拿了好处？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们的这种观点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将视为诽谤。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笔贷款的实际问题。祝豪，我等你回答呢。您是我们联众银行的元老，如果连您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就更不知道了。这咬上我了。银行要盈利，就要做好亏损的打算，有赔有赚嘛，对吧？我们除了问虎集团，还有其他的坏账和烂账。我们今天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在出了问题的这些贷款里面，有没有，或者说是存不存在个人贪腐行为，存不存在推卸责任的行为，存不存在抱着击鼓传花的心态，只考虑个人业绩，不惜把这颗定时炸弹留在银行，任由我们的股票跌停，任由我们的联众银行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就像有句话说的，雪崩来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雪崩的时候，你躲到楼下去了。
啊，我去接林强了。你去香港了？是。去干什么？你去龙源行之前，因为发现问虎集团的贷款风险和钱财总发生了点矛盾，当时没有人听你讲。你现在愿不愿意讲一讲？我当时上交过一份风险报告，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看过。报告上写的很清楚，全是大实话。那你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要迟到？去香港干什么？我去香港找一个朋友，帮我查一个账户。这个账户涉及到问虎集团跟我行的贷款问题。这件事儿不排除有人欺诈银行，骗取贷款。这么多，都是你从香港带回来的？有一部分是，另外一部分是最近我的邮箱总能收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呢，有对账单，还有内部的财务资料。发邮件的人是谁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清楚。至于这些材料是真是假也不清楚。出于好奇，我只能去查证。查证出真假来了吗？抱歉，我能力有限，没有核实完所有材料。这也确实很少见啊。一个前授信审批部的副总经理，下定决心要追查真相，谁给你授权查的？我。这些资料很惊人。林强收到以后，想让我私底下帮他看看，给一些建议。那个时候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些材料交出来。我跟他说，如果你有勇气往下查，就可以这么做。他还是决定了要查下去。这件事情，我跟陈行长会搞。我看这个会就没有必要开下去了吧。如果你们需要我们以前的业务部门来背这个黑锅，那就来吧。你们所有人。你说你的，我听得见。这些材料，您早就知道了吧？知道的没这么详细。是您发给我的吧？你这想法很有意思，不过我没办法承认。是没办法承认，还是不想承认啊？不是我。哎。请进。师傅。怎么没回去？哎呀，这最近行里不是发生这么多事儿吗？哎呀，我直说了，您和张龙虎有关系吗？你觉得呢？
那我当然是希望没有啊。可这些贷款，还有罗莎这个情况，您要是有事儿，我师娘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啊。哎呀，师傅，您就给我交个底儿吧。你们俩这是不相信我呀，还是不放心我呀？啊，行啦，别担心啦，啊，来坐。但是我挺担心你的。担心我啥呀？这个事儿不能再掺和了。唉，你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我可不想看着你把自己的前途葬送在这儿，被人白白的当枪使。你看你现在，啊，又年轻，能力又好，你完全值得更好的位置，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懂不懂？师傅，您这话说的跟临别赠人一样，我这越听越害怕。啊好，那你咒我是不是？我没有。现在这身子骨不行啊！你那铁砂掌谁能受得了？你有本事给我师娘试试。哦，正好，我这儿有张健身卡。嗯，哎，别，我从来不健身，要这卡干嘛呀？你给我师娘，那健身房现在有普拉提、瑜伽，很适合她。你不会觉得我是想拿健身卡贿赂你吧？啊？没有，我就是想让你锻炼锻炼，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才能做好业务。我锻炼啥？现在业务这么多，我忙都忙不过来。我走了，我走了，改天去家里蹭饭。走了，师傅。怎么了？没事儿啊。嗯，今天是谁结婚了吗？啊？这里边外边一个样啊！嫂子来，嫂啥子？来了哈，嫂子，那你跟我哥好好聊。哎，好嘞，哎，拜拜。哎，拜拜。我没办法，我不说你女朋友，他们不让我进。你会看还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不是，你这人也太现实了啊！上学的时候追你追了3年，连个备胎的名分都没捞到，这为了搞新闻，这一下都成我女朋友了，怎么不说你是我媳妇儿呢？你应该感到高兴，说明你现在进步了呀，有了被我利用的价值。哎呀，这真不行，这银行有纪律，我不能乱说。那你这趟去香港，你也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洗钱的账户。张龙虎回国不是结束。啥意思啊？等价交换，该你了，这样比较公平。干嘛？林强不是说了吗？那不是他女朋友，我们下回不开玩笑了啊。咱商量点正事儿。你们能有啥正事儿？我们在想，要是罗莎他们下去了，林强会不会被调到总部去？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把林强从联众银行彻底的赶出去。我看你们还是操心一下这个月扣了钱够不够还信用卡吧。咱们是小人物，关心不着。
别等了，今天不会有邮件了。是，可能我的价值已经被压榨完了。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讨论，银行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会不会集体失业？这问题太严肃了，连八卦你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了。八卦我有意思吗？哎，你猜胡笑说你女朋友的时候谁最尴尬？你滚！你肯定知道，对不对？你肯定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我没你那么多可利用的价值，活得还是挺舒服的。真的。哎，睡觉。我是乐乐。嗯。我爸被带走了，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我妈现在把他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我敲门他也不答应。你要是不忙的话，可以过来看一眼吗？哦，行，你等我，我很快。哎，对，那个小高，哎，给我拿点牛肉啊，什么虾呀、鱼子啊，那些东西都不要，耗量太高，好吧？嗯，好的。老朱，你这样容易暴露年龄啊！马上要退休的人了，谁还在乎什么年龄啊？真是。当初严重创业的时候，每天熬夜做表。哎，我觉得只有地摊。你记得你当时怎么说的吗？啊？一边吃地摊，一边发狠。我以后我天天吃海鲜烧烤，天天。现在有烧烤了，又害怕嘌呤高了。就这点瞎事儿，也就你记着。岁数大了呗。哎，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年龄大了，只要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怎么吃苦受罪的呀？怎么简单熬油啊？昨天的事反而忘记干。你说当初我们创立联众银行，到底为什么呀？哎，我说老钱，你别光在那打电话，赶紧约个人，现在3缺1。知道。好。怎么了？罗莎把我给举报了。反正不管我出不出事儿，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那你是到底有事儿还是没事儿？什么意思？现在风雨飘摇，咱们联众再也经不起打击了。知道。其实虾最好做了，新鲜的虾怎么做都好吃，你很容易就能判断它肉质怎么样。卤菜起锅的时候喜欢加点酱。杭州人啊，包括福建人，他们喜欢出锅的时候加点糖。我的口味有点偏粤菜，喜欢勾点醋，出锅的时候，这样肉质能白一些。拿个盘子吧，差不多了。哇，这盘子这么热！我都拿热水煮过了。哦，你菜的口感想要好的话，盘子必须得是热的。
要不然影响肉质的感觉。我觉得咱不用做了吧，菜已经够多了，做多了也浪费。都把我会都交给你了，你得经常做，不能经常吃外卖，点垃圾食品。行，那咱吃饭。好，我把这锅刷一下。哎，不用，放那儿就行，等会儿我刷。不用吗？关了。怎么了？你不是说你妈在屋里不出来吗？妈，你怎么跑来了？乐乐跟我说林处长出事儿了。纪委的人刚来过，走之前把他带回家看的那些公文报告带走了，说是要带回去配合调查。调查什么呀？我怎么知道？乐乐也是都是。就是有坏人举报。哦，对了，纪委把你给我的那些材料也一起带走了。我跟那些材料有关系啊？吃饭了吗？没呢。正好我煮了面，一起吃吧。你刚才说坏人谁呀？你不知道啊？我哪知道呀？我以为你知道呢。温太太啥也不说呀。我怎么成了来蹭饭的呢？吃点虾。哎，好，谢谢。醋可能有点放多了。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交往挺丢人的？没有。还是觉得我年纪大了不好看？怎么会？您是领导，我是兵。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不这样，晚上连做梦的时候都在想扩大业务，出人头地。我喜欢出人头地。你比如说今天，你想拔腿就跑，但是你没这个胆量。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但是当面还要奉承我、巴结我。我纠正一点啊，我没有拔腿就跑，不是因为我没胆量，是因为我不怕。林强回来之前，咱们把饭吃完，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我对这种斗争没兴趣。对我呢？对我有兴趣吗？哎呀，你非得跟我开这玩笑。你脑子挺好使的嘛，我有点轻敌了，小瞧你们两个。以前我当支行行长的时候，拼了命的想做业务。当然了，那时候总行也是有功必赏，所以我明明知道问虎集团是一个鱼饵，我也一口吞下去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嘛。你一旦在一条路上迈了腿，就等于跳了悬崖。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既然你那个兄弟一定要跟我作对，你是不是非要做这个陪葬品？如果不是的话，我现在还有机会帮你离开。他没有非要跟谁作对，从来没有过。我俩从总行离开是被钱财挤走的。他只是想查清楚，为什么问虎集团的贷款对于钱财来说这么要命。顺这条线往上摸，没想到你也在里面。我有几个不错的朋友在外资银行做高管，我给你弄了一份转职申请，你签个字吧。看我干嘛？我脸上有花。你觉得你能赢？我没觉得我能赢，但是你这个兄弟一定会输。他不是想顺着这根线往上摸吗？最后他会摔得粉身碎骨，连个骨头渣都不剩。你把这个单子填好，要收好，以后他出事了，你还可以自保。办好了转职手续，就算总行的人也没有资格调查你。
以后你想一想，可能还是会感激我的吧，从心里。谢谢，这个我就不用了。监察部和总行领导想搞一次听证会，如果事情闹大了，银行会很被动。那会有什么后果呀？后果啊，我也不清楚。不过你也不用害怕，我们现在不也太太平平的吃着面条吗？嗯。不过有一点，你要小心。是吗？你不要太自作聪明，过于情绪化。嗯。知道了。今天有点难熬了。林处长被约谈，这个事儿呢被捅到上面去了，你怎么看？明天总行先搞个听证会。如果我们内部都不能认定是职务犯罪，罗少的举报也是白费。那小子去香港的事儿，你事先不知道？哦，我不知道。什么？哎呀，我是一个马上退休的人，对于我来说，平安的着陆上岸比什么都重要。说那些乱七八糟的邮件，到底是谁发给他？是。你别知道。别忙了，喝点茶。哎。最近市政有一个拆迁计划，有20万户的居民要分流在龙源一带。这几天就要公布了，你应该申请业务升级。业务升级？不然呢？很多业务现在你们做不了啊。哎呀，我现在哪有心情想升不升级的事儿啊？林处长被带走，和那些材料真没关系吗？您不能什么都不跟我说呀。那些材料我并不担心，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是觉得，他们把老林带走了，是有更大的势力在警告，不要多管闲事。你不要再查下去了。你现在就申请业务升级，趁着我们这些人都空出来的机会，拼命往上走，上面不会觉得你是威胁。你吃奶酪吗？我刚吃饱了。乐乐喜欢吃，我买了一些放在冰箱里，想吃就自己拿。哎。你吃的太少了，这样不行。回头把菜热热再吃点吧。不吃了，等会儿回去我就把菜都倒了。你一直都在跟我说，林强不会赢，所有反对你的人都会倒霉，因为你聪明，资格老。但是更坚定了我一开始的看法。您可以当我领导，但咱俩永远做不了朋友。谢谢您做的饭。
师娘，我听说师傅被……啊，你师傅有些工作笔记放在家里，他们过来取。你那儿有他的东西吗？没有啊。这位是跟老钱之前工作的副手林强，他们俩闹翻了。我刚才问过了，他没有老钱的东西。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证件。老钱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知道，我希望你们这些跟他有矛盾的人，不要落井下石，凡事都来讲个实事求是吧。谢谢。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再联系你。打扰了。哎。行了，别在这看热闹了。我不欢迎你们，但我请你记住，凡事都要实事求是。你走吧。辛苦了。打你电话也不接，你干嘛去了？没电了。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给你腾地方啊。什么腾地方？快帮我约一下昨天给你做饭那位，找他有事。要是有我的谣言，肯定是你造的。信不过哥们儿。你就是那谣言司令部的司令本人。去。罗总。他说你要找我谈谈。哎。谈吧。总行听证会9点钟，你们来这么早啊？啊，这不是怕堵车吗？罗总，我手机没电，能借个充电器吗？啊，我听有人说是您去报的案，说钱财冒你的名儿，在香港搞内部交易。是啊，那个时候我还是行长，他们顶着我的名，用放贷款的名义向企业暗示。这些上市公司有时候为了跟银行搞关系，他们就是这么干，给你钱或者股份，允许你快速把股份兑现。怎么，这些你都没查出来啊？哎呀，这没有。给问候集团放贷款这么长时间，这款式越放越大，这明显不就是个击鼓传花的骗局吗？您不可能不知道，您少装无辜了啊！有经侦，有检察院，有金融监管部门，你也别装正义了。对，您说的都对。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就算是玩砸了，也没有人需要为其负责。这一点还挺让我耳目一新的。小子，有些游戏呢，你连玩的资格都没有。没事别到处瞎打听，到时候被人当枪使了，你自己还不自知呢。喂，你别哭，我马上过来。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呀？我就是想来充个电，谢谢，先走了。郑帅，走了啊。你干嘛去？你干嘛去？9点钟开会了，还1小时。不是，你现在去找夏欣开会还来得及吗？
夏欣被抓了。被抓了？先是林处，然后是夏欣、钱财，每一步都走在咱们前面。所有对他们不利的人，都躲不开。说不定这个会我开完，就算我没进去，那我在银行也算是完了。那怎么办啊？你之前收到那些邮件是不是都是别人设计的？我是不是之前就跟你说过，你别一门心思往里扎？他们真要干点什么，手脚干净的很。哎，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先去安抚一下乐乐。哎，不行，咱回头换份工作，自己开个火锅店，不比在这儿待着舒服。行了，你上去吧。他们要是问起我，你就随便编一个理由啊！我马上回来。我给你找什么理由啊？啊！你刚从路上给我说完不行了吗？你还把我拉下来？同志们，总行授权我召开今天这个扩大会议，各支行的1、2把手参加，还有我们联众银行的13位股东。因为问虎集团现在舆论对我们很不利，都在唱衰联众银行。涉及到问虎集团的贷款，经手的人很多，今天也都到了。我主要想听听你们怎么说，说说吧。你们都看到了，仅仅几天时间，联众银行的市值就蒸发了几10个亿。你们没有感受到压力巨大吗？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今天的会议有2个议题：一，现在如何面对，如何自查自纠，查查联众银行内部还有没有内鬼，是谁内外勾结搞欺诈性贷款，是谁在掩盖事实真相。第二，今后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让总行和各位股东满意？怎么回事啊？就是警察突然来了，把我妈带走了，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你不要担心，你妈肯定没事儿。你饿不饿？我给你点个外卖。那你自己在家住着，要是害怕，我叫个朋友来陪你。没事儿，我也不是小孩了。喂，我知道，我很快。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吃饭，别让你妈担心。我这单位里还有个会，我空了再。你走吧，早知道就不给你打电话。哦，你妈说你喜欢吃奶酪，在冰箱里给你买了，要不然我给你拿点。我从来就不吃奶酪。乐乐喜欢吃，我买了一些放在冰箱里。想吃就自己拿。你妈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了？她说我就是夏欣。然后呢？没了呀。她多相信我呀，相信我就这么自己能活下去，根本就不需要。怎么了？你找什么呢？我妈
爸真是交了一群好朋友。我当行长期间，每年经手的贷款有上千笔，这中间有没有人跑到贷款的企业里去要好处？有，要不然钱财也不会被抓进去。但是现在有人私自里搞调查，要把我也搞进去，什么居心啊？不简单啊，是吧？这查是你问题。如果没有证据啊，就调查你，总行也不答应。有没有罪？如何定罪？我们说了不算，你还是讲一讲银行内部的事情。我只说3点啊。第一，不能因为1、2笔坏账就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手续程序都很齐全，要担责任大家一起担。这个上次开会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第二，有人私自里搞调查，想搞乱银行，这是我们内部的隐患。如果这个隐患不清除的话，整个银行都好不了。第三，现在总行的股价已经跌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临海分行单独分出去。胡闹！为什么要一个你就说。既然问虎集团要祸害的是临海分行，那就临海分行自己来承担，这样对大家都公平。就是，反正不能是这个啊！是，这他妈胡闹！倒霉的时候把临海行分出去，是不是总行的意思啊？股票下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赚钱的时候大家在一块儿，出事儿了把人家撇出去了，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对呀，你这政治不对的这。哎，我说了，一个一个讲，好吗？都冷静啊，冷静下来，啊，慢慢说。别动不动就喊着分裂，罗莎，这是你能做的决定吗？是你们问我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让我说了吗？罗莎，今天的会议呢，不会禁止任何一个人自由的发言，但是我们的首要议题还是针对问虎集团的问题做好自纠自查。那就查嘛。让在背后调查我的人把证据拿出来。现在想搞分裂的人不是我，我们那个最年轻的行长呢？去哪儿了？马上回来。立功了，你。啊？程行长。啊？不是，都下线了。这网络信号不好。是啊。大哥，你赶紧回来吧，这会都开乱套了。又嚷嚷要什么切割总行分行了，你都承担到分裂罪魁祸首了。还等什么时候？要不然你别回来了，反正结果都一样。现在当务之急，能不能听我说话？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破坏银行团结的人赶出去。临海分行和总行要分割开来，要不大家都一起死啊！既然当初为了能活下来，可以联合，那现在为了活下来也可以分开啊。那也不行，不是说分就分的，分开就能活吗？走。哎，你资料给我一份。现在不能给，哎，就按照咱们说好的办啊，见我眼色行事。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我小什么气？我之后给你，我跑不了。分这块事情不是你能定的。你是不是那个女记者？
林行长，怎么才来呀？这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金融板块的记者胡笑。我是他女朋友。不管你是他女朋友还是什么人，我提议啊，要么咱们现在暂时休会，要么请这位女士先回避一下。这是我们银行内部的会议，银行的规矩你懂吧？要回避？不是要清查是谁在分裂银行吗？那既然罗总可以跑去政府机构举报，还不允许我带一位记者来啊？陈航，我只做提醒啊，你定。难得一次机会啊！记者都见了，就觉得对，不合适，哎，对，不合适啊！一个记者都看不看。如果你能够保证，接下来他讲的话对大家理清现状是有价值，我看大家不妨听一听。2018年，罗总第一次给问虎集团贷款。2019年2月，有2笔针对于江宇石油的贷款，从罗总的手里批出去。这儿有一份文件显示啊，这个江宇石油的实际控制人是张龙虎的前妻陆女士。啊？这个就是张龙虎善用的前期攻略，很疑惑吧？下面由我女朋友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前期攻略。张龙虎和参与他计划的女员工发生了婚姻关系，也就是说，因为婚姻，他们可以共同使用名下财产。一旦一个壳子公司完成，通过离婚，在法律意义上切断关联关系。有10几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竟然都和他有过婚姻关系，这就是他的前期攻略。虽然在法律上规避得很好，但实际上还是很容易被揪出来的。这个成语这个，他的这个真他。之前我的邮箱里，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关于江宇石油的谈判记录。这些文件里有罗总和张龙虎的前妻联名在香港的银行开设账户的记录。的确，他把证据清理得很干净，但是加上这些单据，这个证据链就闭合了。我刚才只说了一个江宇石油的项目，而这些单据里包含了10几家跟问虎集团有关联的企业，10几家。我想说的是，这场针对于银行的欺诈性贷款持续了这么多年。也许一开始它就像是击鼓传花一样，拿到这个花的人拼命的想要获得好处，拼命的贷款，拼命的升值，不管不顾给背后挖了多大一个坑。可后来性质变了。后来的人拿到这个花之后呢，不着急传出去，他必须要获得了足够多的好处，才考虑把花给扔出去。其实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谁在分裂银行，而是谁在毁灭银行。
最后再说一句啊，银行的基础是什么？是信用啊，是流动性。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给我揪出来！真没信。警察，警察，我马上上去，下来透口气。通知你们一声，我完了。后面的事情你们自己办吧。我下台了。我现在跟你谈话。代表联众银行董事会的所有董事，传达总行的指示。如果我有什么表达不清的，你可以提出来。罗莎，总行现在要求你暂停所有手里的工作，接受警方调查，希望你配合。包括你有什么要求，我这边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不是你们帮我，是我帮了你们一个大忙。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们是谁啊？你是谁？我知道你们想干嘛。我非常清楚张龙虎在做什么事情。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连续这么多笔大宗的贷款，你们会不知道吗？你们让一个小猴子跳出来说自己发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你们恍然大悟，哎呀，这是我们工作的疏漏啊！自己信吗？连他都能查得出来，你们平时吃白饭的吗？我真的是挺好奇的。如果他们觉得我有问题，他们同样也会来问我。罗莎，你精通银行业务，可以说非常高明了。上钩下连，左右贯通，每件事情表面上看都是合理合法，不留破绽。可是人不是鸟啊，鸟在天上飞，也许会不留痕迹，可银行会留下单据记录。相关文件我们已经移交公安了。你们所有拿着银行规则为自己赚钱，觉得自己聪明绝顶的人，都记着，天底下就没有查不清的账。我会慢慢说的。我知道你们想借着这件事情，把临海分行从联众银行分裂出去，
让我和钱财当炮灰。炮灰是不会说话的，人可是会说话。我很清楚你们都干了什么。怎么了？不录了？继续啊！将来这份录音记录可以证明我今天说过什么。警方会充满耐心的听你说。联众银行内部自查个人所有周记。哎，你别费劲了，不可能让你报道出去的。这篇新闻写得越详尽越好，能不能报道出去，早晚的事儿。你是想敲银行竹杠啊？想要多少，我帮你谈。想要多少我自己谈。要是你，哎，怎么？我这是女朋友白帮的。我都说了，我帮你去聊，我帮你。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有时候就……祝航，本来呢想约你去办公室，那就在这儿聊吧。2个问题。总行已经被折腾得晕头转向了，警方通报前不许有谣言。新闻报道的事儿，林强，你给我搞定。2，你们到底想要什么？